超级落魄的，竟然沦落要到来机场吃泡面，差一点就赶不上飞机了。还好他们的这边 7-Eleven 还有卖泡面。上次来澳门呢，就带大家参观淡滨岛那一边的赌场。今天呢，我们在澳门的本岛这边来到了最古老的这间旧普京，第一间的普京娱乐场。普京赌场就是用葡萄牙人统治他们的时候的名字，它的英文名字呢就是里斯本赌场，那中文是把它翻译成普京。隔壁呢这间长得非常像凤梨的，这里就是新普京了。今天呢会带大家逛一下整个澳门岛这边的一些景点。那首先我们就先进去澳门新普京这一间非常金碧辉煌的赌场里面参观一下吧。我们来得太晚了，原本要带他们来吃一下葡式蛋挞的，结果呢，竟然4点半就关门了，所以吃不到蛋挞。我现在来到普京这边已经5点多了，可惜呀。那我们就去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吧。如果你是从淡滨要过来澳门本岛这边呢，唯一只有一条路线，就是要搭一下赌场的接驳巴士搭到普京这边，然后从普京这边呢，可以比较方便的走到各个的景区去。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区呢，就是要往澳门老街的方向前进，必须要先爬一段斜坡，看一下，那就先带大家上来斜坡这边。这边呢是来到澳门必去的一个景点。想必应该有猜到是什么了吧？我们先上去看看再说。咖喱魚蛋，四隻咖喱嚟㗎，呢個細辣，我哋有個大辣同麻辣嘅，知唔知嚇？啲人覺得好食，我會試下。俾你潑呢個，好食嘅一個，四隻咖喱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天，还是我们来的天色比较晚了，在澳门的老街这边呢，已经没有什么人潮了，全部的人都是在赌场里面。目前还没有去到一间赌场是没有人的，每一间赌场都是满满的人。那我们现在先在澳门老街这边逛一下。感觉现在来澳门的人都不是来逛街的，都单纯只是要上赌场捞一笔而已，碰碰运气。看一下这个老街的人潮，现在是这样子的。那在老街这边呢，许多是这种葡萄人留下来的葡式建筑，葡萄牙的建筑都会有这个蓝色的瓷砖艺术。这个就是老街没有人的原因了。我们一走到老街后呢，被困在了这边，下了超大的雷雨，已经被困了10几20分钟了。澳门的物价现在也是涨得非常的厉害。之前我来澳门的时候，觉得澳门的物价比香港还要便宜一点，现在已经跟香港是平起平坐了，甚至有一些比香港还要贵了。在这条澳门老街上呢，最著名的就是卖这些牛肉干、猪肉干。可惜啊，他们卖这个全部都是不能带回台湾的。这一条呢，就是大三巴街了。从这个街脚下
就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澳门最大的这一座地标，来到澳门必去的大三巴。这是一间葡萄牙时期的时候的一座圣母教堂，由于战争的关系，把它的后方的教堂全部给炸毁了。目前呢，只留下了它的教堂入口处的牌坊。今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晚哈，都已经9月中旬了，还是常常在下雨。看一下，真的是蛮神奇的，在大三巴这边，这片墙面竟然可以遗留这么久。据说当初的炸弹炸下来的时候，遗留这个牌坊也算是一个神迹吧。来的时间已经太晚了，教堂里面是关起来了，没有办法进去参观教堂里面。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吧，在教堂里面呢，有一些教堂的东西，然后存放教堂的圣物，也可以看到以前的神父们的墓地就在里面。三巴牌坊这边呢，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刚刚去的新葡京那里这一座大凤梨，也算是澳门的一个独特的地标。谁住在深海的大凤梨里？葡京的穿梭巴士，他们是只有到6点半而已，晚上呢就没有穿梭巴士再开了，不像在淡滨那边都是一整天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安排来澳门本岛的，最好是早一点过来，我们太晚过来了。今天要搭一下巴士过去机场啦。刚刚我们在新葡京那边的时候太晚了，大家记得如果有到澳门本岛的话，新葡京那边最多只有到6点半而已，是不能超过的。你如果一旦超过的话，就没有车子可以回来蛋仔这一边了。那在整个澳门这边呢，他们的一些交通运输啊、商店啊什么的都不接受信用卡，都是只有微信支付啊、支付宝而已。所以呢，我们差一点就回不了台湾了。我原本6点半到新葡京的，一直弄到了8点才上了公车。他们计程车啊，全部都是没有刷卡的功能，身上的现金也全部都花完了。所以刚才在新葡京的时候，好险有找到一间换汇的，我赶快再拿个一些台币去换一下。我们来到机场已经8点了，那我们的机票呢是9点半的，所以时间非常的紧，差一点我就要在澳门多待1天了。你看，什么都没有吃，竟然来机场吃泡面。香香的猪扒包，在老街那边的时候买了一个，给他们尝一下澳门的当地食品。他们的猪扒包呢，其实就是像我们的排骨饭一样，那就是这种排骨，然后加上这个，它里面还有 cheese 吗？那是 cheese 吗？哦，对，鸡蛋，我还有加鸡蛋，好不好吃？这是他们的传统的东西，在澳门一定要来吃一下猪扒包。超级落魄的，竟然沦落要来机场吃泡面，差一点就赶不上飞机了。还好他们的这边 7-Eleven 还有卖泡面。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麻烦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Bye bye.